上一期大法电子指手表时尚感十足，可却十分小众。Sony FES Watch U 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6分，来自微博的625名网友给出平均分4.5分。看来这一次索尼大法不好使了呀。来自哔哩哔哩的网友黑井 Blackwell 说：“是我的错觉，还是 Testway 的 staff 们太年轻，穿上校服就真的变成了中学生？一定是校服加成，跟人无关。23333，这位同学，我们明明只有3岁，却被你看成了中学生，哭唧唧。”来自优酷的网友 Simple Cham 说：“玩具就是玩一段时间就不玩了。”确实玩不了一段时间就出现横纹了。来自 YouTube 的网友古铁神说：“索尼各种黑科技还卖不出去的电子产品都可以拿出来评一遍，卖不出去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太贵。索尼大法好，信仰的事怎么能提钱呢？所以我选择苹果。”本期存在感特别低的安卓平板到底能用来做什么？ Are you okay? 平板的诞生弥补了手机与电脑之间的空隙，也就是屏幕到屏幕的空隙。出门不愿意携带电脑，手机屏幕又太小，这时候平板是最好的选择。小米平板4官方定位追剧神器，16:10的屏幕，播放视频时上下2条黑边没有那么粗大了，似乎屏幕黑边也看不见了。屏幕圆角与机身圆角相呼应，可惜呼应得不好，甚至系统、屏幕、机身3者根本就是3种圆角嘛，底部双扬声器，声音素质嘛。毕竟价格1000多，也只能做到够响了。横屏时没有立体声，只有一边的双喇叭在响，上方只有一颗前置摄像头，因此所谓的面部识别，你看我能用照片录入，然后人脸解锁。背部的信号条，无论你是 WiFi 版还是4G 版都会有。摄像头凸起，没有闪光灯。至于拍照嘛，平板尤其是安卓平板的后置摄像头，难道不是用来扫码的吗？那可以不可以把这个火钳子做平，凸起这一块我都想戴套了。屏幕凑近看会有颗粒感，正常使用距离看不出来，调到最高亮度，阳光下看不清楚屏幕。至于你问屏幕素质，标准模式一选，我就遗忘了屏幕准不准这件事情。1000多的平板有啥准不准？要求准，谁买它呀？干嘛和自己过不去？对了，当然不支持防误触。奇怪，我为什么要说当然？但其实屏幕素质至少是及格的，因为有一个问题要远远比屏幕素质来的还要直观一些，那就是 MIUI 的系统适配以及软件生态。支持平板 HD 版本的软件少之又少，只能下载手机版的爱啪啪，同时软件普遍字体偏大，图标比例不协调，总之一个字很丑。想要拿来看剧，小米视频爱啪啪作为一个平台内容整合方，集合了爱奇艺、搜狐以及陌陌直播，感受一下隔壁的社会正能量，看个 C 站。广告什么鬼？小米视频会员1个月19元，完全不值得买。虽然听上去集合2个视频平台，小米会员并不能完全屏蔽广告，实在受不了的话，关闭在线服务吧，让这个爱啪啪安静的当一个视频播放器就好了。插一张内存卡，然后播放那种国外的一般网站找不到的片子。就问你买不买？那我送给你，要不要？等等，还记得这个卡吗？当我插上卡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刻，小米平板4彻底成为了大号安卓手机。我终于可以解放我那劳苦不堪的 iPhone SE， 把视频爱啪啪转移，社交爱啪啪转移，阅读类爱啪啪转移。这一刻，我的手机终于想起了它最重要的功能——接收验证码。这一刻，我的手机终于想起了它最重要的功能——打电话，顺便发消息。虽然小米平板4并不能打电话，但它能收发短信啊。在大屏幕上看视频很爽，看文字很爽，
而随平板附送的米粉卡，如果每天都联网使用，最低话费1个月35块钱，最高1个月95块钱，40 GB 以后限速，高画质的虚荣，玩起来也不卡，赢了都靠自己，输了全怪队友，设备再也不背锅了。发热还是有的，风冷了解一下，续航用1天问题不大，没电了我也不担心，毕竟它只是我手机的替身，一个不能打电话的备用安卓机。小米平板4 Testway 给出主观综合评分5分，值不值得买？值得，因为现阶段小米平板是你上手拿上手就可以用的平板，不必多想数据流量，插卡激活就能用，它又是2000元以内能买到的平板之一，硬件素质都能用，但是都不够好，它并不是一款优秀的产品。安卓平板阵营不成熟的软件生态，小爱同学还要等后续的更新。而内容方面，小米视频仅仅是视频平台的整合，当我自己使用时是绝对不会用小米视频这个爱啪啪的。当我想要买给父母长辈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们有这个爱啪啪，因为我不晓得当他们点开爱啪啪以后，看到这些画面时的表情。我依然喜欢那个手机可以单手握持的年代，也依然坚持手机就该是移动通讯工具。我不想赋予手机太多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我选择把它转移到平板上。其实 iPad 本该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小米平板4只是一款影音娱乐平板，至于生产力，就算了吧，它只是一个大号的且不能打电话的安卓机。不是每个人都能抢到 Testway 定制 T 恤，只有买满299元才能获得赠送资格。87076677。不是每个人都能抢到 Testway 定制 T 恤，只有买满299元才能获得赠送资格。87076677。好了，又到了骂 Testway 时间，来看看5位小伙伴是怎么骂 Testway 的。这个 Mr. Sam 超认为呢，我们要注重节目的质量而非数量，体验产品呢紧跟热门，然后呢可以做做大中型的电器，去大型的电子消费展，开拓一下视野的同时呢，也增加一些专业的知识。非常感谢你。那么节目的质量一定是最重要的，热门呢我们怕是跟不了。然后大中型的电器可以有。Kevin 的评论中有2点很有意思。第一，他说节目的内容可以细化一下，比如多久会被淘汰，多久会去吃灰。那么买了是否真的用得上，不光光看眼下，还注重未来。不错的建议啊。不过这样做的话，可能我们的节目更新的频率就会更低了，是不是？第二，他认为咱们的粉丝粘性呢没有做到位，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无门槛的一个平台去进行互动。所以我们想把官网做成咱们铁丝的一个中枢，你们看怎么样？放射元素觉得我们在微博上投票人好少，的确。那么我们觉得官网呢也应该负担一个收集体验产品建议和投票的任务，是吧？这一位不得了，你看是来自微博的做好事不留名的小伙伴，写了这么多还是手写的。他觉得的值不值得吃，应该结合当下的热点、节日和季节，针对不同受众推出阶段性的美食节目。一季一季的来，怎么样？我们正在积极的改版呢，相信再次登场的值不值得吃节目应该会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节目。那么同样是来自微博的，依然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小伙伴，你看写了更多，指出了咱们在咖啡机那期节目中的不足，分析得很到位。他希望我们呢在体验面向大众的消费品的时候呢，可以偏向体验，但是在体验面向小众的产品时，必须有一定的深度和正确性，最好呢和科普行业的知识相结合，以免输出不正确的观点。谢谢你。刚刚发布的佳明手表也有很多小伙伴在说到这个问题，看来我们还是多体验一些大众消费品。好，以上的5位小伙伴一定会收到咱们的精美 T 恤以及绝对不是刀片的小礼品。谢谢各位继续支持 Testway。好，本期啪啪啪啪什么呢？啪的就是这个追剧神器小米平板4。但请注意呢，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不小心屏幕中间有划痕，所以大家一定在淘宝那个商品的介绍页面去仔细看清楚，我们都会在上面写清楚一些瑕疵的。那么23块3起八87076677已经开始了，有需要的朋友们，不介意这个划痕的朋友们，赶紧的。今天暂且上电视，为啥子？因为我现在都是一个模特儿。千呼万唤始出来哈，我们的Testway定制 T 恤终于在87076677隆重上架哈。
满299就送哦，赶快去淘宝店下单，嘿嘿嘿嘿。最后，淘宝评论上一个点是问问号点车主说，那次买的4件商品最满意的一件，真心太好吃了，我可以再吃100包，让我上电视，我买100包，哈哈哈哈哈哈！说的是猪肉锅，点车主，我希望你是一个可以兑现承诺的人。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